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北上白鹿青年演员的演技突围之战，故事过半，伴随着运河气运浓郁铺展，年轻一代北上拼搏事业。爱奇艺开年重磅现实题材年代剧《北上》逐步展现峥嵘姿态，收视率自开播起稳居第一，云和数据正片有效播放量逐步登顶，豆瓣开分7.3，北上稳稳拿下开年第一大剧称号。从项目官宣起，白鹿的选择与表现就引起了行业内外多方关注。年轻演员进入老戏骨遍地的年代剧领域，能否准确完成角色？作为近年多部热播偶像剧傍身的当红小花，白鹿大胆选择现实主义大剧，她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路线？至少目前来看，白鹿和大华子合二为一，共鸣共生，在现实题材群像大剧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白鹿阐释对角色的理解，野草般鲜活恣意的大华子。白鹿细腻表演塑造人物弧光。夏凤华并非传统年代剧中的美强惨女主，而是一个张扬着运河生活毛边的真实少女。深入了解之后，观众更能发现华子的可贵。外在的大大咧咧只是她骨子里的乐观，其实华子是小伙伴里最敏锐细腻的那个。她默默关注每个好朋友的喜怒哀乐，每个人的心事都愿意告诉她。她也并非对周遭环境无知无觉，奶奶重男轻女，可父亲愚孝，导致妈妈受了很多委屈。她一直憋着一股劲儿，想为全心全意爱她的妈妈争口气。当发现小姐妹思意对自己从小暗恋的谢望和产生了同样的感情，华子萌生了更多无措。但她和思意的姐妹情又怎么会输给青春期的暗恋？你是我张扬在青春里的同伙，绝不搞雌竞那套。他把朋友们看得无比重要，嘴上满不在乎，其实心里很害怕被大家抛下，所以即便会面对无限的未知困难，华子也义无反顾决定和大家一同北上创业。北上一条运河连接两代人，华子就是花街六子最核心的粘合剂，也始终是随运河北上那个不可或缺的小太阳。和暗恋对象谢望和单独相处的华子，又和所有人面前的他完全不同。他崇拜他，却又胆怯，小心翼翼想试探对方心意，却又别扭的不敢伸出手。尤其这场天台谈心戏，谢望和差点因为偷油事件误入歧途，华子有点生气，也有很多担心。他明明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万一因为一时冲动毁了前途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他结合父辈艰难苦心劝他，我是衷心希望，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，喝多了能别抱怨，别后悔，别让爱你的人心疼。白鹿这里的处理很值得细品，短短10秒的眼神戏里，传递出担心、恋慕、不确定、无奈等多种情绪，含着爱意的眼睛亮晶晶，又怕自己表达太过直白而下意识躲闪，可躲闪后又忍不住悄悄回头，表演细节里都是藏不住的少女心事。暗恋像一颗酸涩难言的青梅果。北上创业之后，华子蓄起长发，气质逐渐沉淀出历经风霜后更加独立坚强的稳重感。她不再是担心被伙伴们抛下的小尾巴，而是可以为自己快递站员工撑起一片天地的下站长。当事业轨道产生冲突，华子和谢望和的一场饭桌戏承载了两个人角色的转变。谢望和站在外卖平台的角度侃侃而谈，为了压缩外卖员配送时间，他们尝试引入与路况关联的定位系统，甚至想给外卖员配置摩托车。华子立刻觉得不对，他在一线干了多年快递业务，最知道这些快递员、外卖员在算法压制下抢时间有多艰难。一旦引入时速更高的摩托车，这些员工的安全谁来保证？华子真的成熟了。白鹿饰演的夏凤华，
不是那种天选金手指的女主，但充满了和每个鲜活普通人一样的生命张力，特别像一个真实存在于你我身边一起长大的90后好朋友。大华子野草一般的生命力，从一点点生活的裂缝中直拗疯长。她的成长历程与观众实现情感共振，也从一个剖面记录了与时代发展的共鸣、变革与机遇中的无限可塑性。踏破荆棘丛，而后开花。为了更好地诠释大华子，他敢于突破形象，还多方和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等主创老师探讨，共同为角色设计了许多鲜活的小细节。比如华子戴牙套，他偶尔在说完台词后会下意识包一下嘴唇，有时候嘴唇还会挂住牙套。华子是一个标准的90后女生，中学时代恰好是最张扬个性的非主流文化时期，白鹿就把自己青春期时穿衣服松松垮垮、穿板鞋习惯、踩后跟等小习惯移植过来，给了华子更多立体生活化的表现方式。这是一个青年演员尽可能突破自我与舒适区的诚意表达。他的努力不仅被观众看到，也得到了主创团队的极大认可。编剧赵东玲多次在公开采访中称赞他的演技与努力。我觉得白鹿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流量演员了，她每一步走得非常扎实。坦白来讲，北上这部剧之所以能在开播前后得到这么多观众的广泛关注，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大流量演员白鹿的加持。这点从招商情况就能看出，很少有年代剧能够实现开播6广、持续商务露出的好成绩。相应的，他作为大流量演员，也在更大程度上为作品分担了火力。毕竟观众会惯性认为流量演员参与年代大剧就是为了转型，天然会对 TA 们提出更高要求。白鹿自己倒是对于结果保持谦虚，不敢说是转型之作。我自己对北上的定位，就是播出之后大家觉得白鹿在这里面不违和，这就是我最满意的结果。其实回顾来时路，白鹿从未限制自己，他已经尝试过多种类型的作品与角色。招摇女将军路，招摇英姿飒爽烈火军校，女扮男装的谢湘自有一派风流，警察荣誉中坚韧不服输的夏桀更是倔强感十足。即便都是古装戏，周生如故中柔弱虐恋的哑女崔时宜，和宁安如梦善良与野心并存的江雪宁也完全不同。横向观察，这代90后年轻女演员中，像白鹿这样兼顾美艳与英气、倔强气质与生活化表演的花旦并不多。她拥有高度可塑性，绝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类型作品。站在大运河畔回望，夏凤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这个充满生命力的角色，已成为金春荧屏上最独特的一抹存在。而白鹿通过这个角色完成的，不仅是一次演技的蜕变，更是一次艺术生命的觉醒。当北上的故事随着运河水奔向远方，我们相信，这位不拘泥、不设限、努力向上攀登的女演员，必将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绽放更多光芒。